第16章，在平原上散步。这个房间，严格来说是鹦鹉螺号的武器库和更衣室。墙上挂着10几套潜水服，准备给要散步的人穿。看到这些潜水服，尼德兰德看起来不太想穿。但是，尼德，我说，克雷斯波岛的森林在水下。哎呀，鱼叉手失望地说，他想吃新鲜肉的希望落空了。阿罗纳克斯先生，您要穿这套衣服吗？必须穿，尼德。随便你吧，鱼叉手耸耸肩回答，除非没办法，我不会穿这些衣服。没有人会强迫你，尼德，尼摩船长说。孔塞会吗？我会跟着先生去任何地方，孔塞回答。接到船长的命令，2个船员来帮助我们穿上厚厚的防水服。这些衣服是橡胶做的，没有缝，专门用来承受高压。它们看起来既柔软又结实。衣服包括上衣和裤子，裤子下面是厚重的靴子，靴子底是铅做的。上衣用铜片加固，保护胸部，让肺可以自由呼吸。袖子的末端是弹性的手套，不会影响手部的活动。这些改进过的潜水服和18世纪发明的那些笨重的服装很不一样。尼摩船长，他的一位同伴一定力气很大。孔塞和我很快就穿好了潜水服，现在只剩下戴金属头盔了。但是在戴头盔之前，我请求船长让我检查一下给我们的步枪。鹦鹉螺号的一个船员给我看了一支普通的步枪，枪托是钢制的，里面是空的，而且很大。枪托可以储存压缩空气，压缩空气通过扳机进入金属管。枪托里有20发子弹，子弹通过弹簧自动放到枪管里。打完一枪后，另一发子弹就准备好了。船长，这是一种很好用的武器，我很想试试。但是，请告诉我，我们怎么到海底？教授，现在鹦鹉螺号停在水下10米的地方，我们只需要出发就行了。但是我们怎么出去呢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尼摩船长戴上头盔，孔塞和我也戴上了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听到加拿大人讽刺地主我们狩猎愉快。我们衣服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铜制的项圈，金属头盔就拧在上面。头盔上有3个玻璃孔，我们可以转动头，看到各个方向。戴好头盔后，放在我们背后的设备开始工作。我感到我可以轻松呼吸。腰上挂着灯，手里拿着步枪，我准备出发了。但是，说实话，被困在这些沉重的衣服里，脚也动不了，我根本走不动路。但是这种情况已经想到了，我感到有人把我推到一个小房间里，我的同伴们也一样被拖了进去。我听到一扇门在我们身后关上，一片漆黑。几分钟后，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声音，我感到寒冷从脚底升到头顶。显然，从船里通过一个阀门，外面的水进来了，很快就充满了房间。然后，鹦鹉螺号侧面的第2扇门打开了，一点光照亮了我们。一会儿之后，我们的脚踩在了海底。怎么说，这次水下散步给我的印象呢？语言很难表达这样的奇迹，即使是画笔也画不出水的特别之处，怎么用笔来描写呢？船长走在前面，他的同伴跟在后面。孔塞和我靠得很近，好像我们能通过金属外壳说话一样。我感觉不到衣服、靴子、空气罐或头盔的重量，在头盔里，我的头就像核桃一样摇晃。浸在水里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失去了一部分重量。我很高兴这个物理定律仍然适用，我不再是一个不能动的东西，而且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。
照亮海底的光线让我感到惊讶。阳光很容易穿透水，我清楚地看到了100米外的物体。更远的地方，背景是蓝色的，在模糊的黑暗中消失。实际上，我周围的水就像空气一样，比地球上的空气更稠密，但几乎一样透明。在我上面，我看到了平静的海面。我们走在细而光滑的沙子上，那张美丽的地毯反射着太阳的光芒。我在30米深的地方看到的，就像白天一样。我走了15分钟，沙子上覆盖着贝壳的灰尘。鹦鹉螺号的船体像一块长长的石头，慢慢消失了。我们继续沿着平原前进。我用手拨开身后的水，我的脚印很快就被水冲走了。很快，一些物体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看到了美丽的岩石，上面覆盖着动物。当时是早上10点，阳光照在海面上，花、岩石、植物、贝壳和珊瑚的边缘都染上了太阳的颜色，颜色混合在一起，非常美妙。可惜我不能和孔塞分享我的感受。孔塞和我一样，停在了那个美丽的景象面前。地上到处都是珊瑚和海星。但是我们必须前进，我们继续走着。我在1/4英里的范围内看到了这些奇迹，并跟随尼摩船长。很快，地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沙地变成了一层泥土，然后我们走过一片海藻地。我们离开鹦鹉螺号大约1个半小时了，差不多是中午。太阳光不再反射。就在那时，地面开始倾斜。我们到了100米的深度。我的潜水服很好，我没有感觉到压力。至于散步2个小时的疲劳，几乎没有，因为在水的帮助下，我的动作很轻松。到达300英尺的深度时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阳光。尼摩船长停了下来，指着一些黑暗的物体。那是克雷斯波岛的森林，我想，我没有错。